别以为我和战哥哥是小孩，你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欺骗我们俩。小公子，金夫人道，金光善是悄悄回的金陵台，我们事先并不知情。魏婴凶巴巴道，你们自己知不知情？与我有何干系？反正话都由你们说。不过，任你们说的天花乱坠，都掩盖不了你们欺骗我和战哥哥的事实。看着金陵台宫殿房屋一个接一个被2个小孩子合力打塌，金氏长老们想上前阻止，可他们根本进不了那俩小孩的身，尤其那俩小孩用的打狗棒蕴含着他们无法逼视的灵力，而且只要他们一靠近那俩小孩，整个人就气血翻涌，更何况还有夷陵老祖和韩光君在一旁虎视眈眈。蓝湛，魏无羡忍不住吐槽，突然觉得我的阴虎符根本不值一提，与小的你我合力握住的打狗棒相比，简直是小巫遇大巫。魏婴回头，那是你那阴虎符至多有500年历史，而我师父的打狗棒可是用空间万年神木做的，若非我和战哥哥修为不够，无法发挥神木的真正威力，否则整座金陵台早在我们打出第一棍时就灰飞烟灭。魏无羡呆了呆，啊，那你在不夜天用打狗棒做那些修士？魏婴道，放心，他们死不了，不过要活着受罪20年。20年后他们会如何，就看他们的造化了。魏无羡，大阿英。魏婴扬眉，师父说，做人有时候心不能太软，咱们所坚守的道义，也不是谁都值得，尤其那些欺软怕硬、恃强凌弱、是非不分的仙门百家，虽然不能全部杀了，至少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在你面前造次。魏无羡诧异，你师父这样教你？魏婴点头，是啊，师父还告诉我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但仙门中几乎没人能做到。不过，魏婴看了眼蓝湛，我和战哥哥会成为那样的人。闻言，魏无羡若有所思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，这样看来，云梦江氏的游侠精神很狭隘。且不提江丰眠，就说江澄，他的性格早把侠义2字弃如敝履。如今江澄废了，江氏10有8九会易主。新家主若宽宏，可能会在莲花坞给江澄留一席之地。又一座房屋坍塌，魏无羡收回思绪，蓦然想起还在不夜天的江厌离。金陵台被毁，江厌离以及那些摊在不夜天广场上的金氏弟子及门人将无家可归。然而那些人，包括江厌离在内，他谁都不想同情。赫然瞪大双眼，魏无羡看着突然出现在金陵台废墟之上的温宁，激动道，温宁。魏婴疑惑，大阿英，你认识那凶尸？魏无羡道，认识，你别伤他。魏婴哦了一声，那我试着用师父教我的擒龙手把他隔空擒过来。魏无羡懵逼，你还会隔空取物？魏婴嘿嘿一笑，我会的可多了。魏无羡，温宁被魏婴隔空擒到魏无羡面前，魏婴提醒魏无羡，大阿英，你这个凶尸朋友好像被人用什么东西控制了。魏无羡咬牙切齿，一定是金光善命人在温宁身上做了手脚。魏婴道，那你把温宁弄醒，让温宁也在金光善身上做手脚。眼睛一亮，魏无羡道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要让温宁把金光善挫骨扬灰，给他姐姐温情报仇。魏婴道，挫骨扬灰太便宜金光善了，你应该让温宁把金光善碎魂。魏无羡。就这样，金光善的结局被魏婴定了下来。除了放金子轩棺木的屋子，金陵台其他地方全部毁之一旦。这时大小望县才听到放金子轩棺木的屋子传来婴儿的啼哭声。金夫人也听到了，她白着一张脸，踉踉跄跄地跑进屋，将婴儿抱在怀里哄。可她无论怎么哄，那婴儿还是哭。魏婴问，这谁的孩子？金夫人颤声，子轩和阿离的。魏婴道，你怎么不提前把他抱出来？我这打狗棒威力无穷，就算我和战哥哥没有专门打放你儿子棺木的屋子，那屋子过个几天也会坍塌的。他现在哭个不停。魏婴沉吟，应该是受了我打狗棒的影响。金夫人急道，可我离开时设了结界啊。魏婴道，没用，除非你设的结界可以与我师父的打狗棒抗衡。听了魏婴的话，金夫人崩溃了。他没有保护好儿子，现在连他儿子唯一的骨血都没能保护好。不，他不相信。金夫人将孩子抱到金家医术不错的医师面前，医师当即给那孩子把脉。片刻，医师沉声，
夫人，小公子他……金夫人忙问：阿玲怎么了？医师道：可能活不过明天。金夫人跌坐在地上。如果姐姐还活着，温宁突然道，她一定会有办法救这孩子。医师点点头，确实，温情医术很好，若她还活着，小公子应该还有救。温情已经被她丈夫金光善挫骨扬灰，金夫人大哭起来，看起来既崩溃又绝望。啊呀呀呀啊呀呀呀啊呀呀呀！金夫人抱着孙子癫狂地大喊。魏无羡有些于心不忍，小阿英，这孩子真的没救了。默了一瞬，魏婴先唇道：大阿英，如果我会起死回生之术，我师娘就不会一直躺在宾馆里了。魏无羡傻眼，你师娘是？阿朱姑娘4个字还没有说出口，魏无羡就听魏婴道：也许这就是因果循环，这孩子本可以活下来，如果金光善没有杀温情，若仙门百家没有在不夜天讨伐诛杀大阿英，我也不会来金陵台找金光善。更甚者，魏婴顿了顿，道：如果江厌离没有去不夜天，或者金夫人出来时将那孩子一直护在她怀里，而非单独留在放金子轩棺木的屋子。魏无羡7岁的他竟然看得如此通透。金夫人大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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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报应啊，金光善，你自己作死，害了子轩不说，现在也断了子轩的香火啊呀呀呀啊呀呀呀！出了金陵台，魏婴一路上沉默不语。蓝湛有些担忧，阿英。魏婴低声：湛哥哥，阿英没想杀人，只是想让金家人以后睡大街，可那个孩子他还在襁褓之中。魏无羡：哎，看得再通透，小阿英也只是一个7岁的孩子。蓝湛握住魏婴的手：阿英，不要自责，那孩子变成那样有很多原因，但这些原因里面我和你的因素微不足道。魏婴闻道：我们去不夜天找师傅吧。蓝湛颔首：好。心情很好的魏婴停在一家客栈门前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：湛哥哥，阿英饿了。蓝湛扬手看了看天色，他们回宿的第2个世界是大晚上，此时已是第2天正午，难怪阿英会感到饥饿。你想吃什么？蓝湛问。魏婴道：我想吃剁椒鱼头辣子鸡丁，配上一大碗香喷喷的米饭。蓝湛道：好。魏婴扭头：大阿英，你呢？魏无羡指着自己：我。魏婴笑着点了点下颌：是啊，你想吃什么好吃的呀？魏无羡道：吃你点的，因为温宁是凶尸，不用吃饭。魏无羡便想着让温宁回乱葬岗，谁知蓝忘机让温宁先去不夜天找他兄长。温宁没有立即答应，而是去看魏无羡，待魏无羡点头同意，他才向蓝忘机道了一声是。想了想，魏无羡道：温宁，如果泽无君有什么疑惑，你据实回答。闻言，温宁诧异：魏公子，你剖给江宗主的事，如果泽无君问起，我也可以说。魏无羡道：可以。